好的，我们今天来聊一张照片。第一眼看过去，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什么？好像是我手机镜头没擦干净拍出来的东西，对吧？它很模糊，颗粒感超重，而且坦白说，好像也没什么重点。但我要告诉你，就是这张看起来有点失败的照片，它彻底的、根本性的改变了我们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今天我们就要来一层一层地深入剖析这张被称为暗淡蓝点的照片，以及它背后所藏着的那个既深刻又让人有点不太舒服的宇宙级观点。好，我们先从一个核心问题开始。你再仔细看一次这张照片，我们生活的地球就只是画面中那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像素大小的亮点，小到你一不注意就会错过。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样一个几乎看得见的光点，一个从60亿公里之外回望的视角，到底能教给我们什么关于人性这么复杂的课题？这就不只是一个天文学的问题了，对吧？它更像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它直接挑战了我们身为人类对于自己存在意义的根本看法。接下来的分析，我们就会围绕这个问题，一步一步地把它拆解开来。OK，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这张照片的来历，因为它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它是在1990年的情人节2月14号，由已经快要飞离我们太阳系的航海家1号探测器所拍摄的。而提出这个在当时听起来有点疯狂的拍摄请求的人，就是那位传奇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你想想看哦，当时航海家1号已经完成了探测木星、土星这些主要的科学任务，可以说是功成身退了，正准备永远的驶向星际空间。但萨根却跑去说服 NASA 说，嘿，在他永远关机跟我们失联之前，能不能让他回头再看一眼我们的家？哇，这是一个极度诗意的请求，但从工程角度来看，其实风险超级高。因为探测器要转身拍地球，它的镜头就很有可能直接对准太阳，强光随时可能把感光元件给烧毁，让这台功勋彪炳的探测器在最后一刻失明。但最终他们还是冒着这个风险按下了快门。60亿公里，我们先停下来，好好感受一下这个数字。60亿公里是什么概念？我们知道，光从太阳走到地球，大概需要8分多钟，对吧？而从这张照片拍摄的地点，光要走超过5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地球。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照片里看到的其实是5个半小时前的地球。这不只是空间上的遥远，更是时间上的一种回溯。这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完全无法想象的尺度。这个距离，它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疏离感。一个真正来自他者，甚至是外星人的视角，让我们用一种极度陌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这个再熟悉不过的世界。接着，卡尔·萨根看着这张照片，说出了这句流传后世的经典名言：当你看着那个几乎快要消失在宇宙背景中的小亮点时，这句话真的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力。他说，就是这里，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你看，他不是在说一个星球，他是在说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所憎恨的一切，所知道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压缩在那一个微小的像素里面。这句话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天文学那种冷冰冰的宏大的尺度，瞬间拉回到了极度个人、极度情感的层面。那个我们包含了所有人类，跨越了所有国界、种族和信仰，这真的很了不起。为了更好地表达这种感受，萨根用了一个非常诗意但也非常精准的比喻。他说，我们的地球只是悬浮在太阳光束中的一粒尘埃。哇，这个比喻真的太强大了。你想哦，它一方面凸显了我们的渺小与脆弱，我们就像阳光下那些随时会被一口气吹散的灰尘一样微不足道，但另一方面，它也赋予了我们一种奇特的美感。那道光束是来自我们母星太阳的能量，而我们是那道光束中目前所知唯一闪闪发亮的，承载着生命的微粒。这个比喻可以说是整个暗淡蓝点思想体系的核心，它迫使我们重新评估自己在宇宙中的定位。OK， 我们继续看下去。
所以如果那个小到不行的光点就是地球，那上面到底有什么？答案是所有的一切。我们接下来就要从概念上把这个点给解压缩，看看里面到底装了多少东西。这会是一个视觉上的极简跟内容上的极反之间一个非常剧烈的对比。大家准备好了吗？萨根的论述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用一连串的排比句开始放大这个光点的内涵。他说，在这个点上有你爱的人，你认识的人，你听说过的人，以及每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人类，他们的生命都在这里上演。你知道吗？这就像是一个概念上的变焦镜头，从宇宙那种宏观到不行的尺度，瞬间切换到我们个人情感连结的微观世界。它把一个天文物理的观察变成了一件跟你我每个人都切身相关的事。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清单，萨根接着列举了这些充满张力的对比。猎人与采集者代表了人类文明最原始的起点，英雄与懦夫代表了我们道德光谱的两个极端，创造者与毁灭者代表了文明的建立与崩塌，像是盖金字塔的人跟发动战争的人。国王与农夫代表了社会阶级的巨大鸿沟，圣人与罪人代表了宗教与信仰中的善恶对立。你看，这每一组对比都是人类经验的某种原型，涵盖了历史、道德、权力与信仰的各个面向。而所有这些冲突、合作、挣扎与辉煌，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舞台上发生。这个清单还在继续，而且变得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热恋中的情侣，为家庭付出的父母，充满希望的孩子，这些是构成我们社会最基本、最温暖的单位，对吧？然后他又马上把视角拉到整个社会的层面，那些推动文明前进的发明家与探险家，同时也有那些可能拖累文明的腐败政客。这再次证明，无论是人类最私密的情感，像是你的初恋，你第一次拥抱孩子的感动，还是最宏大的社会建构，从最好到最坏，从最光明到最黑暗，全部都挤在这同一个小点上，这密度实在太惊人了。这句话可以说是对前面所有内容的一个精炼总结，我们所有的快乐与苦难的总和。你仔细想想看，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从贝多芬谱出《欢乐颂》的那个瞬间，到纳粹集中营里的悲鸣，从你第一次拿到毕业证书的喜悦，到你失去挚爱亲人的痛苦，所有伟大的艺术、音乐、文学，所有战争的悲鸣，所有科技突破的欢呼，所有个人生命中的爱恨情仇，这一切情感的总量是多么的巨大和复杂，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那个悬浮在太空中的孤独的尘埃之上。讲到这里，真的会让人忍不住停下来，深呼吸一下。好，重点来了。当我们建立了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点上这个认知之后，萨根的论述开始转向一个更尖锐、更具批判性的方向。这个遥远的视角对于我们人类的自我感觉良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批判真正开始的地方。这就是核心概念，地球是浩瀚宇宙竞技场中的一个非常小的舞台。我们平常都觉得地球很大，对吧？从台湾飞到美国要10几个小时，国家之间的距离很遥远，文化差异很巨大。但从宇宙的尺度来看，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极度渺小的舞台上。而且这个竞技场的比喻用得非常巧妙，因为它暗示了冲突、竞争和表演。在竞技场里，斗士们为了荣誉和地盘殊死搏斗，但对于坐在遥远看台上的观众来说，这或许只是一场有点可笑的秀。这个视角把整个宇宙变成了观众，而我们在舞台上的彼此厮杀就显得格外讽刺。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也是整个论述中最具冲击力的一段。你看这个对比，左边是我们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的戏码，那些将军、帝王为了所谓的荣耀，为了胜利，让无数人流血牺牲，汇聚成血流成河。这在我们的历史书里听起来是多么的波澜壮阔，对吧？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但从暗淡蓝点的视角来看，右边的现实是什么？
他们奋斗了一辈子，牺牲了那么多人，只是为了成为一个点的一小部分的暂时主人。这里有3个关键词：点、一小部分、暂时。每一个词都是一次降维打击，把人类自以为是的宏图霸业瞬间变得无比渺小和荒谬。所以这张照片直接挑战了我们人类根深蒂固的几种自负，我们的装模作样，我们自以为是的优越感，那种人类是宇宙中心，是万物之灵的错觉，以及最致命的，我们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异，可能是国籍、种族、宗教，甚至是支持不同政党，而对彼此产生的狂热仇恨。从60亿公里外看，你看不到国界线，你看不到不同肤色，你看不到任何让我们彼此仇恨的理由。暗淡蓝点就像一剂解药，一剂强效的解毒剂，用来对抗我们的傲慢和部落主义。它用最直接、最不留情面的方式告诉我们，在宇宙的黑暗中，我们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那些让我们分裂的差异。好，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如果我们的冲突是这么的愚蠢，我们的星球又如此的脆弱，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这就引出了萨根想要传达的最关键，也是最终极的讯息。这个视角不只是为了让我们感到谦卑而已，它更是一种行动的呼吁。这是一个非常 sobering、非常发人深省的结论。我们是孤独的，不会有什么神秘的外星访客，也不会有神明下凡来解决我们的战争、我们的污染、我们的仇恨。所有好莱坞科幻电影里的救世主情节，在这里通通不适用。能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只有我们自己。这份责任是没办法外包、没办法转嫁的。这个认知其实带有一丝悲壮的色彩，但同时，它也赋予了人类前所未有的主导权与能动性，命运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萨根接着非常务实地分析了我们的处境。我们可以去拜访其他星球吗？可以，我们的探测器早就做到了，现在连火星上都有探测车在跑。但我们可以大规模移民去定居吗？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完全不行。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此时此刻，地球就是我们唯一的阵地，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地方。这句话大大提升了我们保护地球的急迫性，因为没有 Plan B， 没有备用星球，这里就是我们的一切。这让气候变迁、环境保护这些议题不再只是选项，而是攸关我们文明存亡的必考题。所以，萨根认为，天文学这门科学，它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发现新的星球或星系。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是一次品格教育。当你下次有机会到山上或海边，在没有光害的地方，抬头仰望那片星空，真正意识到宇宙的浩瀚时，你很自然的就会低头反思自己，反思人类。那种谦卑感，不是让人变得消极，而是让人变得更有智慧，更有同理心。你会发现，你平常烦恼的很多事情，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这就是整场分析最终的论点，也是最重要的 takeaway。这个宇宙视角最终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觉得自己渺小到无所谓，恰恰相反，是让我们意识到，正因为我们如此渺小和孤独，我们彼此之间的连结才显得格外珍贵。我们唯一的家园是如此的脆弱，所以我们有责任去更友善地对待彼此，并且共同去保护和珍惜这个暗淡蓝点。这是一个从宇宙宏观最终回归到人与人之间基本道德的一个完美闭环。所以最后的问题就留给我们每一个人了。这张照片，这个视角，等于是把一个终极的选择题摆在了我们全人类的面前。这个暗淡蓝点是我们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我们了解了它的脆弱，也看到了我们自身行为的荒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选择，其实都在书写这个答案。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
透过暗淡蓝点这个极端遥远的视角，我们意识到地球在宇宙中的尺度是多么微不足道。这是一剂强效的谦卑剂，治疗我们的自大。第二，这个视角揭示了人类为了短暂和局部的利益而发动的冲突、战争和仇恨，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是多么的荒谬和没有意义。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个认知最终导向一个结论：我们必须承担起共同的责任，更友善地对待彼此，并共同保护我们这个唯一而且脆弱的家园。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